蓝忘机以为他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又要说出什么惊世骇俗之言，正欲阻止魏婴、魏无羡咬牙关于我们俩是否断袖的传言。蓝湛，你怎么看？将断袖二字说出也须得一些勇气。方才他脑子一热便说了出来，因自己近日冒出的一些小心思鼓动，也有些试探蓝忘机想法的意思，却因过于紧张，这辈子吊打戏小姑娘都没这么丢脸过，声音大了些，几乎是吼着说了出来。路人或有意或无意散落在两人周边的修士在魏无羡那话出口后，双脚如同粘在地上一般，无论如何也走不动路了。蓝忘机、魏无羡，他倒是不怎么在意旁人如何看，只是因此事涉及到了蓝忘机，还有他自己是否弯了，若是的话，把他掰弯的对象是如何反应，因此分外重要。蓝忘机在他这句话问出来后，结结实实僵了好一会儿，才稍稍缓过这股冲击。见魏无羡还直勾勾盯着他，一双手还紧紧握着他的手臂不放，沉默半晌，只得答到我。魏无羡见这人终于出了点声，点点头，你怎样？继续，你可曾讨厌如此被人说道？蓝忘机答道：不曾。魏无羡揉揉即将上扬的嘴角，故作严肃，再度问道：可那韩光君，你是如何看的？蓝忘机正色道：心悦一人，应当是为他品行举止而动心，而并非在于男女。魏无羡甩甩头，觉得自己被这小古板说的脸上有些发烫。可以啊，蓝湛，我以前怎不知你如此会说？蓝忘机道：并非如此，魏婴，魏无羡拍拍他的肩膀，懂，我都懂，当年听你们祖先的故事时，我便感叹过的。如此说来，他应当可以理解为，这小古板并不在乎自己未来道侣是男是女的，因此作为蓝忘机未来道侣考虑范围内的自己，也还是有些机会的吧。此时魏无羡沉浸在自己该如何打败一排排的竞争对手抱的美人归，并未发现身旁的美人被他这么一堵，憋得一脸青紫。一旁的修士们看得心急如焚，眼看着到了关键时刻，蓝忘机都要对魏无羡说些什么了，却不知怎地这位公子脑子突然不好使了，生生将话堵住。再看看韩光君的脸色，终于明白过来两人此刻究竟是何状态，一簇簇鄙视的目光再度投向了魏无羡。传言当真不可信，谁说云梦魏公子风流倜傥，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的，这明明就是根木头。再过些时日，便是与百凤山进行的百家围猎。魏无羡这些日子沉溺于思索如何勾搭蓝忘机，虽说他乃此中高手，以往撩过的姑娘仙子无数，到了蓝忘机这里，却不知该如何下手了。虽说以前自己也没少撩过这人，但目的不同，当时只是心里觉得好玩，并未想过其他。百凤山围猎场上，各家列队分明，兰陵金氏的金色方阵，尽显大家族的雍容华贵，云梦江氏的紫色方阵在江城的带领下，比以往少了些随意，多了份严肃与凌厉。领头的江城威严稳重，家中变故与烽火淬炼后，年轻的家主也带了些宗主的威仪，只是看向姑苏那边的眼神怒火中又带了些鄙视，白眼一个接一个的翻。清河聂氏则一如往常，威猛异常，立在那里便散发着摄人的威压。姑苏蓝氏那一片片沉静从容的白，里面混进了2点黑，一身黑衣的魏无羡与满脸漆黑的蓝启仁。他那边想得入神，并未在意旁人看他这边的眼神，带着恨不得给他脑袋来上一棍的焦急，在他身上焦灼了数日。魏无羡慢慢忆起自己求学时干过的那些个蠢事儿，只觉牙根子发酸，脸上发烫，悔得他都想回去揍当时的自己一顿。得亏蓝忘机脾气好啊，当初没一件结果了自己。他面色变幻莫测，不免令人起疑。蓝忘机看他许久，忍不住问道：魏婴，怎么了？魏无羡摇了摇头，半晌又憋得难受，试探道：蓝湛，你觉得我怎样？我是说，不止现在，是以前。蓝忘机不明所以，却还是答道：很好。魏无羡得到答案，心中忽的一松，夸张地顺了顺胸口，吐出一口浊气：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半晌又凑上去夸道：真不愧是韩光君，这气量当真无人能比，多亏了您魏某才能平安无事地活到今日，而非英年早逝。他这话说的不着边际，蓝忘机还困惑不解，正欲再问，一边的蓝启仁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可魏无羡倒是把这老头给忘了。蓝忘机
两人端端正正地望向前方，再也不敢交头接耳了。围猎数年一次，端的就是一个阵仗，各家业猎成绩传出去，不仅长脸，又可吸引广大天资优异的门生前往，因此都卯足了劲争抢，打算在这猎场之中一展雄风。可却总有两人却志不在此。聂怀桑自是不必说，凡事定要算他一个的，早就备好了一袖子的奇志怪谈，就等进了猎场，趁着妖兽来临之际战况混杂，避开他大哥的监视，选一处僻静之所，老老实实蹲那么一晚，